关注人工智能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键盘上的上档键。上一集我们聊了各种各样的神经网络，以及他们擅长做哪些领域的工作，对神经网络的全貌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老子德经第64章云：合抱之木，生于毫末，9层之台，起于垒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从今天起，我们就 zoom in 深入到细节，抽丝剥茧，从最简单也是人类最早发明的感知机 perceptron 来开始我们的千里之行，搭建我们的9层之塔，浇灌我们的合抱之木吧。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一个公式 ？y 等于 fx， 然后大括号里面西格玛 i 从0到 n wi 乘以xi。我知道，这个是前面一集我们把人脑的神经元简化出来的人工神经元的数学模型。非常好，麦克是我们最优秀的听众啊。欢迎来到演播厅，欢迎多来演播厅。对的，这就是人类大脑里神经元功能的数学模型。但是在上世纪50-60年代，要把这一个看上去非常简单的数学模型实现，那也不是一件简单而容易的事情。感知机或者叫感知器，就是人类用硬件实现的第一个人工神经元组成的单层神经网络。上一节介绍过，完成这一壮举的就是弗兰克·罗森布拉特 （Frank Rosenblatt）。值得一提的是，他实质上是一个神经科学家，而不是计算机科学家。通常认为，在1958年他制作的马克1号感知机 Mark I Perceptron 是世界上第一台感知机。这个感知机的主要功能就是图像识别，样子就是视频中展示的这样。从图片来看，这个机器的个头还是不小的。高大概有2米左右，长大概有2-3米。那么这里需要说明一下的是，图片里的年轻小伙子呢，其实不是弗兰克·罗森布拉特，而是当时项目上的一个工程师，他的名字叫 Charles Whiteman， 大家不要搞错了啊。这张图片呢是马克1号感知机的示意图，最左边一排是传感器，主要是用来采集图片、照片的像素信息。最右边一排是对图像展示内容的确定，也就是输出。比如输入的图片是不是字母 X， 是就是1，不是就是0。中间就是处理信息的神经元，大概有500个。马克1号感知机在固定大小的图片，也就是20×20像素的情况下，能够区别方形和圆形，而且它的识别正确率可以达到99.8%。之后，在1960年到1964年期间，美国中情局，也就是大名鼎鼎的 CIA， 使用这一台感知机来处理航空图像中，处在阴影之中的飞机和船舶。这个感知机也是蛮有用处的，在当时。弗兰克·罗森布拉特在研究感知机的时候，就敏锐地察觉到神经网络未来不可限量的发展空间。1958年，《纽约时报》报道他的感知机时说，感知机是电子计算机的胚芽，海军期待它有朝一日能够行走、说话、理解、书写、自我繁殖，甚至拥有自我存在的意识。这段话的原文作者就直接打到屏幕上了，有兴趣的朋友可以阅读一下。从今天的视角来看，弗兰克·罗森布拉特海军研究办公室以及《纽约时报》的报道都是非常具有前瞻性的。但是时代的发展就是如此的诡异和令人不可捉摸。感知机在掀起了一次人工智能的热潮之后，随之而来的就是更多的批评。1969年，
美国人工智能科学家马文明斯基 Marvin Lee Minsky 写了一本书，书名就叫做《感知机》 Perceptron。在这本书里，他证明了感知机对很多图形模式是没有办法完成识别的。一个被大家广泛讨论的例子就是异货。异货是什么？异货是一种模式，一种计算方式，或者说是一种算法。学过计算机的朋友都应该知道。不过我们这里再简单的介绍一下，当我们有两个输入 x1 和 x2， 它们的取值只能是0或者1的时候，如果 x1 和 x2 相等，那么输出的 y 值就是0；如果 x1 和 x2 不相等，那么输出的 y 值就是1。那么所有的情况加在一起只有4种，我们可以专门的画一个表格，那么一眼就可以看清楚了。要知道为什么感知器没有办法实现异货，那么让我们来先看看另外两个计算，或和与，那么也称之为或门和与门。这两个计算或者说是操作都很简单。对于或门而言，输入 x1 和 x2 里只要有一个是1，那么输出就是1。自然当它们俩都是1的时候，那么输出 y 也是1。只有当 x1 和 x2 都是0的时候， y 才会变成0。那么画成表格就是这样子的。对于与门而言，输入 x1 和 x2 里只要有一个是0，那么输出就是0。自然它们两个都是0的时候， y 也是0。x1 和 x2 都是1的时候，输出 y 才会变成1。好，然后我们再把两个表格画在坐标系里面，横轴是 x1， 纵轴是 x2， 黑色的圆圈代表等于1的输出，白色的圆圈代表等于0的输出。或的图形是这样子的，那么3个黑点分别在01、10和11，一个白点在00。我们很直观的就可以用一条直线把3个黑点和一个白点分开，就像图像上的这个虚线。当然我们可以画无穷多这样子的虚线，这个虚线呢可以朝斜上方或者斜下方移动，也可以略微的转动，都不影响黑点和白点的分类。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要把这条虚线找出来，要找出其中的一条虚线其实是比较容易的，只需要一个神经元就可以完成这样子的任务。还记得之前我们神经元的公式吗？让我们再复习一下。 y 就是输出等于 fx 就是激活函数，大括号里面是一个求和，西格玛 i 从0到 n wi 乘以 xi。那么我们可以很容易的找到一组权重 w1 和 w2 以及偏置 b， 也就是这个公式里面的 x0。我们可以找到一条这样虚线的一个例子。那么比如说我们找到了它的权重 w0 等于1，那么这个是之前的定义，也就是偏置 b 的权重 w0 就等于1。另外的话，我们也可以找到x1 的权重 w1， 那么也等于1，权重 w2 也等于1，偏置 b 也就是 x0， 它可以等于负的 0.5。好，我们把这些参数找到的参数带入到这个求和公式里面，我们就有了这样子的一个虚线的公式，它就是1乘以 x1 加上1乘以 x2 减去 0.5， 这样子一条虚线了。我们把前面表格里面的输入带入到这条虚线的公式里面，当 x1 和 x2 分别等于1和0的时候，带入到上面的式子，也就是1乘1加上1乘以0减去一个 0.5， 计算很容易的就可以计算得到最终的值等于 0.5。 同样 x1 x2 等于0和1的时候，我们计算的值也是 0.5， 得到的值也是 0.5。 x1 和 x2 等于1的时候，那么计算就等于 1.5， x1 和 x2 都等于0的时候，计算得到的值等于负的 0.5。为了更容易理解它的全貌，我们再把它放到一张表格里面，就可以一目了然了。看到没有？是不是非常清楚？再加上一系列
原本的或门的输出值，我们来做一个对比，就更加一目了然了。还记得 ReLU 函数吗？Rectified Linear Unit， 它的中文名是整流线性单位函数。那么我们在上2期介绍神经元的时候有说过啊。这里面我们来复习一下 ReLU 函数。fx 这里是 ReLU 函数。当 x 大于0的时候 ，fx 等于0；当 x 小于0的时候 ，fx 也等于0。我们这里呢，把 ReLU 函数稍微修改一下，变成当 x 等于0的时候 ，fx 等于1，而不是ReLU 函数里面的 x。当 x 小于等于0的时候 ，fx 等于0，我们维持不变。同样，在讲述神经元的那一期里面，我们也介绍过，这里的 x 是神经元里的一个是激活函数里面的一个变量，它和神经元的 xi 的输入是没有关系的。这样我们把表格里面的 0.5 带入我们的激活函数中，当求和的值等于 0.5 的时候，它是大于 0.5 的，所以激活函数给出来的一个最终输出就是1。那么当求和之后的值等于 1.5 的时候，它也是大于0的，所以输出依然是1。那么只有当求和的值等于负的 0.5 的时候，那么 fx 的输出，也就是激活函数的输出等于0。我们把这些输出的结果也放到表格里，大家看到没有？输出的结果和或门的结果就完全一致了，是不是很神奇啊？说明我们只需要用一个神经元就可以模拟出或门的一个操作，或者说或这个运算是可以由一个神经元来完成的。同样的道理，与门的图形是这样子的，3个白点分别在01、10和00。一个黑点是在11，我们也可以非常直观的找到一条虚线，把它们分割开来。当然，同样我们也可以画无穷多这样子的一个虚线，这个虚线可以斜朝上方或者斜朝下方移动，也可以稍微的转动，都不影响黑点和白点的一个分类。比如说，我们可以把这条虚线写成1乘以 x1 加上1乘以 x2 减去 1.5。把 x1、x2 的4个输入值10、01、11、00分别代入，那么我们就可以对应的得到负的 0.5、负的 0.5、0.5 和 1.5。再代入我们刚才的一个激活函数，也就是当 x 大于0时 fx 等于1， x 小于等于0时 fx 等于0。填入表格，我们就可以看到与操作也被完美的模拟了。也就是说，单单一个神经元只要修改权重和偏置，就可以模拟出或门或者与门的操作，或者说实现或和与的计算。在这个例子里面，寻找权重和偏置的值的过程，我们就称之为学习。也就是说，单个神经元它可以通过自己的学习，然后把自己变成一个与门或者或门的计算单元。是不是很神奇？它只要一个神经元它学习一下，它就可以把自己变成一个与的操作，或者变成一个或的操作。我们知道计算机里面最基本的操作，或者说最基本的计算就是与和或。可见神经元似乎是可以取代以晶体管和二进制计算为基础的计算机。对，就是你看主播时候用的计算机和手机。也就是说，神经网络本质上和计算机是等价的，是可以相互替代的。然而事实并没有这么简单。让我们回到本视频之前提到的那个问题，神经元无法实现异或的模拟。也就是说，一个神经元它没有办法通过学习而把自己变成一个异或的操作，或者变成一个异或器。这又是为什么呢？如果神经元有这么大的缺陷，那我们今天人工智能学习、语言生成、视频逻辑推导这些巨大的成就又是如何完成的呢？这个困难是如何被克服的呢？
今天的视频留给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欲知答案如何，且听下回分解。最后再次感谢您的观看，还麻烦您高抬贵手点赞关注，欢迎在留言区评论留言。那么我们下期再会。